兄弟们，你们要的利刃4 V2，它终于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利刃4是进入了我去年年度榜单的鞋款。它出色的中底调教，优秀的鞋脚一体性，相信穿过的朋友都知道，对吧？而且现在部分配色500左右的价格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喜欢利刃4的兄弟啊，在618期间可以关注一波。而在去年年底发布的利刃4 V2，由于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我也迟迟没有下手。本着一个能白嫖绝不花钱的原则，最终我成功的在得物上面白嫖到了一双全白皮质鞋面的利刃4 V2。由于得物要求把这一双鞋进行定制，最终被我糟蹋成了这一个样子。你会给我的定制打个几分呢？兄弟们，来给我点评点评。不玻璃心，但是不好的评论我会删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好好聊聊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。在重量方面，皮质鞋面的利刃4 V2 会比编织鞋面的明显要重一点点，单支42码的重量在385克左右，在同样42码的状态下，会比编织鞋面的重将近40克左右。但是400克以内的重量表现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，加上它合适的重量分布，穿在脚上体感重量十分轻质，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。但是皮质鞋面的利刃4 V2 在透气性方面的表现啊，会比编织鞋面的要差不少。它还是更加适合在秋冬季节去进行选择，夏天我还是会更加推荐大家去选择透气性更好一些的编织鞋面。至于它的脚型适配，这一次的利刃4 V2 相比利刃4有着巨大的一个进步。利刃4的鞋楦较窄，即使是像我这样脚型偏窄的人去穿，也需要穿比较薄一点的袜子才能够做到适配。穿厚袜子的时候，就会明显感觉到前掌会有一点点夹。而这一次的利刃4 V2 则完全不会存在夹脚的问题。我在穿厚袜子穿这一双鞋的时候，鞋楦的贴合度也非常高。利刃4 V2 这一双鞋啊，我觉得即使是微宽的脚型去选择它，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还是比较广的，这一点是 V2 版本相比于高帮版本，我个人觉得进步最大的一个地方。而且这双皮质版本的利刃4 V2 所使用的面料也比较柔软，具有一定的磨合空间。如果宽脚的兄弟去选择它，我相信啊，只要花一定的时间去进行磨合，应该也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舒适度。而一双篮球鞋从高帮变成了低帮，大家最担心的一定是它的鞋脚一体性，或者是它的后跟锁定是否会因为鞋帮高度的下降而同时下降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确实会有一定的下降。在后跟的锁定方面，利刃4的高帮版本一定会比 V2 更为出色，但是 V2 的鞋脚一体性和后跟锁定也完全没有问题。而我这个皮质材料的版本啊，会比这种普通的编织材料版本也要稍微差一点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皮质材料版本的鞋带孔明显会比编织材料的要更大一些，鞋带与鞋带孔之间的摩擦力较小，在拉鞋带的时候会出现拉紧之后鞋带往回退的这一种情况。如果你想要更为紧致一些的包裹感受，那编织版本一定会是更好的选择。当然，这双纯白的皮质版本利刃本来就是为了给大家定制用的，为了更加方便大家去拆装它的鞋带，所以鞋带孔稍微大了一点。这样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，而且它的整体包裹锁定也绝对是够用的。得益于它扎实的内部填充，第一次穿它也不会有任何舒适度方面的问题。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也不会出现位移；在急停急起的时候，也没有掉跟或者顶脚趾的情况出现。包裹锁定都非常出色，非常棒。而利刃4 V2 跟利刃3 V2 相比，提升最为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整体强度。利刃3 V2 我当时是一个商单，所以没有把它最大的一个缺点说出来，就是它的强度啊，真的略微有一点不太够用。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，它的鞋面会明显兜不住脚，脚底下的球鞋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形变。而这一次的利刃4 V2 在强度方面的表现，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，不管是鞋面强度还是中底刚性都没有任何问题。不管做什么动作，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。体重比较大、打球强度比较高的兄弟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选择这一款鞋，好吧？而它的中底跟高帮的利刃4没有任何区别，脚感出色，反应性、场地感、缓震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优秀。前掌的内扣确实依旧是存在的，但是非常的轻微，不去刻意感受，几乎感觉不到。足弓支撑给的也恰到好处，不会有任何异物感。整体表现非常棒，滚动感、中底过渡等等各方面都找不出任何可以去喷的点，真的非常的全面，非常均衡。但是对于进阶型的外线球员来说，如果滚动感能够再更强
强一些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如果有这样需求的兄弟啊，可能最近出的那一双伽马会比较适合你。对于90%甚至是95%的球员来说，利刃4 V2 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，它的实战性能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顶级的一个存在了。那伽马我会不会测呢？应该会啊，只是现在的价格我真的有点下不去手。你想看伽马的测评吗？如果想看的人够多啊，那我就多吃几顿泡面，帮大家来测试一波，好吧 ？OK， 我们回到这一双利刃4 V2 的身上，那它的抓地力以及耐磨也确实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打室内比较多，偶尔去打塑胶场地，那这一双鞋的耐用性完全没有问题，非常不错。但是如果你打外场更多一些，那这一双鞋我不是特别的推荐。至于稳定性以及灵活性，它的表现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两方面一手抓，不管是内线球员还是外线球员，只要你对于低帮的篮球鞋不排斥，那这一双鞋你就可以去购买。OK， 那我们最终来总结一下这一双鞋。这一双鞋就现在市面上，我保守一点啊，800以内实战性能最为出色、最为均衡的一双公式化篮球鞋。虽然它是一个低帮鞋款，但是它还是做到了内外线兼顾，依旧是一双出色的团队鞋款。在这双鞋身上，我找不出任何的缺陷，非常的全能。如果将来这一双鞋的价格能够到500左右，甚至是更低，那它在同价位段，我估计啊是找不到什么对手的。当然，能提升的地方也还是有的。如果中底能有更好一些的滚动感或者是推进感，大底如果也能够换成 GCU， 那这一双鞋几乎就能称得上是一双完美的公式化篮球鞋了。你觉得呢？哎，好像伽马就是这样的一双鞋啊。那在座有没有大哥可以原价卖我一双的？真的很想跟兄弟们分享一下伽马的实战体验。有资源的兄弟，希望能够私信告诉我，好吧？拜托了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